我来啊，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我工作那个酒店招人了，我跟经理呢申请了一个实习的名额给你，你呀快收拾收拾，跟我进城吧，啊！可我家的菜还没收完呢。哎呀，不是还有你爸妈吗？再说了，你要是挣到钱了，大姑和大姑父不就也能跟着你享福不是？成，我听你的。欢迎光临。依依啊，迎宾时这腰得弯下去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哇！住手！哎，你光天化日敢欺负我表妹，快住手！王经理，您消消气，都是误会，这是我表姐。哦，这就是你表姐啊？看什么看？依依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，姐，你误会了。可是，啊，姐，我肚子好疼啊，你能不能替一下我晚班啊？可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没事儿，我都和经理说好了，你听安排就行。要是请假的话，500全勤奖就没了。这么多钱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今晚来的可是金氏首富，谁要是出了差错，可不是辞退那么简单。你沈总来了，回头再收拾你。沈总，沈总好。沈总，酒席都准备好了，这边请。哇，首富啊，这么有钱还这么帅，要是能钓上这样优质的男人就好了。别做梦啦，沈总可是出了名的洁身自好，绯闻都没有过，能看上你？明明男人都靠不住，还是自己挣钱靠谱。哎，贱人，中了药还有力气反抗，等我抓住你，一定弄死你！你
我知道，非得打死我。王经理，副经理的任命什么时候可以下来啊？什么副经理？你答应过我的呀，只要我带女人给你玩，你就给我当副经理。我表姐我都骗过来了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那个贱女人不光逃跑，还他妈打伤了我，老子一点便宜没占到。别说副经理，服务员你都当不了了，立马滚蛋！好了，王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保证。滚！原来都怪你。请问是林依小姐吗？你谁呀？林女士您好，我是沈氏集团总裁助理，我们沈总要见你。沈氏集团，沈玉。怎么办？酒店的工作肯定是没了，都已经出来了，不能就这样回去吧？先找个工作安定下来。别挡路！奶奶，你的东西掉了。奶奶，我听村里人说，这城里可是有小偷的，你这钱可一定要收好了。小姑娘，这里面有不少钱呢，你可真是拾金不昧。啥金妹？我家里就我一个，没有妹妹。我是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拿着，这是你今天的工钱。张哥，说好的1个小时30块，我这都发了8小时传单了，这怎么才100啊？那也是给人城里人的价格，你一穷酸乡巴佬，能给你个工作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。乡下人怎么了？我又没偷没抢，该发的传单我都发了，凭啥扣我工钱？还敢反抗？既然这样，这100块钱我都不给你。保安，把这偷玩偶服的小偷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死老太婆，劝你少管闲事。你说这个小姑娘偷玩偶服，总不会是为了帮你们超市发传单吧？我看你穿的破衣漏搜的，跟她一伙的吧？那你这篮子里肯定偷了东西，跟我一起抓回去调查。你要是敢动我，等我孙子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那我倒想看看你孙子能拿我怎么着。张哥，你放奶奶离开吧，我1分钱都不要了。现在你知道服软了，晚了，统统给我带走！我看谁敢！沈总，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沈老夫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老夫人，您饶了我这次吧。奶奶，您看，把欠人家小姑娘的工资给人家。是，我给，都给你。小姑娘，拿着吧。我只拿我应得的。这小丫头不错，你给她在公司安排个工作吧。这人好熟悉啊！你有什么特长？我力气特别大，家里农活都是我干的。
那就先从仓库搬运工做起吧，明天来审视报道。真的吗？我有正式工作了。老板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我希望接下来的1年里都能在超市门口看到你发传单的身影。我是，都听您的。奶奶，家里每天都有人送蔬菜水果，您非要自己出来，又不愿意带人保护你。没事。沈氏在哪儿？沈？他是昨晚酒店迎接的那位贵宾。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？沈总，林小姐到了。沈氏总裁居然这么帅！林小姐，请坐。林小姐，找你来是想和你说一下昨晚的事。难道我昨晚在酒吧偷的钱包是沈玉的？昨晚我在家，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沈总。看来林小姐不愿提起昨晚酒店的事。这工牌不是在叶兰那里吗？难道昨晚叶兰跑进了沈玉的房间？昨晚的事虽然是个意外，但总归是女生吃亏。林小姐说个数，沈某尽量满足。沈总不必侮辱我了，我既然选择隐瞒，就不会在乎这些。你想要什么？我的清白是留给我爱人的。我想要你成为我男朋友。姐，昨晚的事我都听说了，那王昌没欺负你吧？没有，我误入了一个陌生人的房间。那你不打算让那个人负责吗？人家不找我算账就不错了，再说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也是，你当时神志不清的，那人啊就是趁人之危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姐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是想让你来城里挣钱的，结果……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那个王超太坏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明天就去上班。那太好了，哪家公司啊？做什么的？在公司做搬运工，公司是沈。我接个电话。林小姐，麻烦把你家地址发给我，我明天派人去接你。好。姐，房租我交到了年底，你随便住。那你呢？我男朋友明天接我去他的别墅住。你有男朋友了？做什么的？姐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行了，早点休息吧，不跟你说了。依依，我是担心你。
林小姐好。林小姐，请。叶兰啊，你继续在底层挣扎吧，人上人的日子就由我来替你享受。那个保洁啊，就是你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过来把地打扫干净！你在和我说话？怎么，我这个家的女主人还指使不动你这个老东西了？我的年龄比你奶奶都大了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？你一个下人跟我讲礼貌，你信不信我马上让你滚出这里？马上让你滚出这里！你想让谁滚？你想让谁滚？阿玉，你回来啦！林小姐，你想让我奶奶去哪儿？奶奶？怎么，沈家女主人连我这个沈老太太都不认识吗？奶奶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家里的佣人呢。佣人就能被你呼来喝去？我沈家可没这规矩。阿玉，哎呀，看我笨手笨脚的，小叶，要不去我办公室处理一下？不用了，拿纸擦擦就行。还是去我办公室处理一下吧，我让人啊给你买一件新衣服。真不用。啊！叶兰，你第一天上班就敢殴打主管，这个班你别想上了，立马给我滚！凭什么？我没有打你，是你抓着我的手不放，想占我便宜。我可是省市主管，你一个农村来的泥腿子，我能看得上你？就是，赵主管呀，是看你衣服湿了才可怜你，你别不识好歹呀你！就你这乡下人，还不快给我们赵主管道歉？是，我是农村出身，可我靠自己的本事挣钱，不比任何人低贱。反而是你们，活没我一个姑娘干得多，心比我们村里的猪都脏，该道歉的是你们。说得好。沈总，说得好，靠自己本事吃饭，在哪都不丢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去项目部参与展会布置。谢谢沈总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沈总，他一个农村来的，哪懂什么展会布置啊？不会可以学，倒不像你啊，赵主管，对自己的员工动手动脚，沈氏可没有这样的规矩。沈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敢了。你应该向叶小姐道歉。哦，叶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冒犯了您。算了，反正你也没有占到便宜。谢谢。去处理一下衣服，别感冒了。谢谢沈总。这个主管你就别当了，留在仓库当搬运工吧。再不老实，沈氏可容不下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东西怎么在我身上？
这是那个男人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？那晚的男人是沈月。你在叫我？你在叫我？沈总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那你躲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完了！怎么？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吗？就这？沈总，在公司吃零食会扣工资吗？不扣，明天我就让人在茶水间多放点零食，免得有人以为我沈氏会克扣员工。谢谢沈总。要是让老板知道，那么是我强迫了他，我这工作肯定就保不住了。不行，男人可以没有，工作绝不能丢。进。沈总，我咨询过了，这款领扣早就绝版，没办法找到一样的配对。我总觉得当时看到的不是他。需不需要为您再定制一对？不必，这是母亲送我的，没办法替代。这领扣是那晚在酒店丢的，会不会被林小姐捡到了？林依依？你干什么？哀月，你是我男朋友，我和我男朋友亲热一下都不行吗？我不习惯别人碰我。可我们明明有过更亲密的举动。是啊，难道那晚的悸动只是酒精影响吗？早点休息吧。那晚在酒店，你有没有捡到什么东西？啊，没有啊，哀月，你是有什么东西丢了吗？没什么。难道叶兰骗了我？她手上还有信物。沈总，领扣不在林依依那儿，可能还在酒店，你去帮我找一下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你说那晚的女人会不会不是林依依？但那个胸牌确实是林依依的。她给我的感觉很陌生，你再去确定一下。是。依依，你怎么突然就离职了？之前不是还说要升副经理了吗？副经理算什么？这整个酒店啊，都比不上我男朋友的一个分公司啊。你男朋友那么有钱啊？
看看依依这一身打扮，身上随便一件衣服都抵得上我们半年工资了，哪还看得上副经理那点收入啊？给你们带的礼物，随便选。天哪，这些可都是名牌啊！小丽，我记得你之前是负责事务招领的，12号那天有没有客人落下过什么东西啊？有啊。什么东西？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找沈玉丢的东西？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依依，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啊，我一个朋友，他那天入住我们酒店，好像落下了什么东西。哪个房间？什么东西？我帮你看看。那个，糟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房间号。我怎么记得12号只有一对夫妻落下了一条项链，第二天人家就取走了呀？瞧我这记性，确实就那一个。啊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陈秘书，什么事儿还要陈秘书您亲自跑一趟？王经理，沈总上次来有东西遗失在你们酒店了，我想看一下监控。怎么不能看？啊，当然的，监控就在我电脑上。您请。为什么没有21楼的？哦，那个监控之前坏了，才修好。这么巧？什么？上次沈总来，林一在上班吗？难道叶兰那个贱人那晚进的是沈玉的房间？不行，如果让那个贱人攀上沈玉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哦，上班了。林一那天是晚班，但是因为后半夜擅自离岗，已经被开除了。您要我联系他吗？不必了。哎，您慢走啊。姐，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姐，你在家吗？叶兰会不会把东西藏起来了？啊，姐，你回来了，我来看看你，顺便去卧室找一下我的银行卡。找到了吗？要不我帮你一起。找到了。你先尝尝我给你带的甜品，一会儿就不好吃了。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蛋糕。这可是我家5星级大厨做的。好好吃啊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。一点施舍就能让你这样满足，叶兰，你也只配过这样的生活。依依，你对我真好。姐，那天那个男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信物之类的？信物？什么是信物？就是啊，算了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
应该是我想多了。依照他这脑子，如果真有什么东西，早就告诉我了。依依，找个时间带你男朋友出来见一下呗。什么？你爸妈又不在这儿，我是你表姐，肯定要帮你把关啊。不用了。这怎么能不用呢？你要是被欺负了，舅舅舅妈肯定会怪我没把你照顾好。我男朋友家他们都是上流社会的，要是知道我是农村来的，他们肯定会看不起我的。可咱们本来就是农村来的，你男朋友家里早晚也要知道啊，你总不能不带他去见你爸妈吧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在这些城里人眼里，农村来的就是最大的错误。别人看不起咱们，你不能看不起自己。咱们从农村出来，又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有什么不能见人的？哎呀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我先走了，没有事的话就不要联系我了。农村来的到底有什么错？哎，新来的，对，就是你。我们要下班了，你把剩下的道具搬完再走。走的时候记得锁门。好的。全部搬完是不是太多了？他今天搬运的量可比得上之前2天搬运的量了。乡下土包子也就只能干个力气活了。那要搬到什么时候啊？又不是你搬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Can't find my way to not lose you. 老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他们都下班了。那你怎么还没下班？我要搬的东西还没搬完。这些都是你今天搬的？是啊，不和你说了，我要继续工作了。老板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帮你，2个人快一点。这怎么可以？您是老板，怎么能做这些？有发呆的时间，不如赶紧干活。哦。终于搬完了，这可比收庄稼累多了。叶兰，你对未来有过规划吗？多挣点钱，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要是能够攒点钱，把家里的房子重新修一修，那就更好了。你知道在这里和你之前在仓库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搬东西吗？在这里，你可以了解到发布会需要什么东西，有什么流程。当你把这些都学会了，你就可以负责发布会的布置。我连学都没上几年，我能学会吗？发布会负责人的工资比你现在的工资高3倍。我一定能学会。您购买的所有商品，我们都会安排送货上门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哟，
这不是依依吗？好久不见呐！不想死就滚远点。听小丽说你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，果然不一样呢。王超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跟我男朋友说一声，你这经理位置就到头了。信，我当然信。沈氏总裁想让我一无所有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你知道我男朋友是沈月？依依啊，要不是我在陈秘书面前替你隐瞒了你表姐替班的事儿，你觉得沈总还会看得上你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既然林小姐不领情，那我就去找陈秘书聊一聊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首富的女朋友，拿出个100万没什么问题吧？你可真敢开口！沈玉又不是傻子，我现在还没有坐稳他女朋友的位置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那是你要考虑的事儿。3天内我拿不到钱，沈玉就会知道一切。林小姐，陈秘书，阿玉呢？沈总去发布会现场视察，手机放车里了。发布会现场？桌椅、水、邀请函、签到处。叶兰，我在这儿。把每个位置上的姓名牌贴上。好的。姓名牌。你有没有常识？姓名牌是按照座位表贴的，有你这么乱贴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就重新贴。请问座位表？你好，请问你知道座位表？没看我正忙着吗？自己去找。哦，座位表，座位表，座位表，在这儿呢。老板，沈总好。按照这个表上的位置，把姓名牌贴好。这里是第1排。我明白了。沈总，林小姐来了，在外面要见你。什么事啊？我就是想你了，你这几天连家也不回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就回去吧，我还有工作。等等，听说了吗？沈总的女朋友来了。女朋友？真的假的？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他和陈秘书讲话，包真的。女朋友？他有女朋友还和我，这不是渣男吗？太过分了！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，结果不行，我不能让别的女生被这个渣男骗了。我之前因为酒店的事被辞退了，现在一直花的都是你的钱，所以我想问你借点钱做投资，你放心，只要我赚钱了，立马就还你。多少？100万。陈秘书，跟林小姐转100万。好的。还有事啊？今晚
今晚他和女朋友的关系看上去很好，说到底那晚还是怪我不能再破坏他们的感情。我说过，我不习惯别人碰我。我刚刚头有些晕，一下没站稳。你有事你先忙。叶兰怎么会在这？难道她知道了些什么？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沈总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惹他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叶兰会不会是喜欢你？得知林小姐要来找您，才不高兴了。喜欢我？那要怎么办？要不我去警告一下，让她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哎，喜欢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喜欢我吗？总裁夫人好像认识叶兰。你说叶兰和阿玉关系暧昧？那叶兰啊，天天围在沈总身边，一口老板的叫着，一看啊，就是想勾引沈总。那和我家阿玉有什么关系？我作为上司，教训了那女人几句，沈总就废掉了我主管的位置。沈总可从来没有这么护着一个女人啊！你想得到什么？您啊，是未来的总裁夫人，只要夫人开口，我拿回主管的位置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好，只要叶兰从沈氏消失，你的位置我保了。哎呀，这个您就交给我好了，保证这个月内就让叶兰从沈氏滚蛋。叶兰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这都能让你攀上神域。连杯茶都倒不好，你是想烫死我吗？对不起，林小姐，这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装给谁看？怎么，想等着沈玉回来联系你？不是的，林小姐，我没有。一遍一遍的林小姐，是想提醒我不是沈家夫人吗？我不是的。就算我不是沈夫人，也不是你一个低贱的乡下人可以看清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阿玉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这个贱人。闭嘴！你先去上点药，让管家给你多付1个月薪水，当做补偿。谢谢史先生。阿玉，
林依依，我确实因为那晚的事情想要负责，这才尝试和你相处，但这不代表就能打着我的名号作威作福。你要是学不会尊重别人，我只能请你离开沈家。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会了。看来我得赶紧想办法母凭子贵才行。明天的发布会可是国际设计师谢科在国内的首次时装发布会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。小兰，我在这儿。他们手上都有事要做，你回公司领取一下发布会的装饰彩带，记住是5号彩带，领回来布置完就可以下班了。好的，主管。其他人把手头上的事情收尾后，也可以下班了。是。老赵，人已经过去了，剩下的事儿就看你的了。你好，我来领取一下5号彩带。赵主管。哦，别，我现在不是主管了。叶小姐呀，还是叫我老赵吧。您刚说要5号彩带是吧？我这就帮您拿。叶小姐，在这签个字就行。谢谢赵大哥。叶小姐太客气了，有什么事啊，随时吩咐。怎么样，钱准备好了吗？这里面有20万。看来林小姐对沈总的感情不是很深呢。那我还是问问沈总，愿不愿意用这笔钱买一个真相？我突然问阿玉要100万，他肯定会怀疑我的。不如多给我些时间，总之不会少了你的。1个月是我最后的期限。成交。怎么办？这发布会不会要取消了吧？这么大的事务不取消还能怎么办？都怪这个土包子，我们辛苦了这么久，全白费了。叶兰，你给我过来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这些白色彩带到底是哪来的？这就是你让我去仓库拿的。这次时装发布会请的可是国际超模伊娜，业内谁不知道白色是伊娜的禁忌色，我特意选了5号彩带，就是因为里面没有白色。可是我拿的真的是5号彩带，赵辉可以作证，当时还有登记的。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甩锅？你来之前我就打电话问过赵辉了，他还把登记本拍照给我看了。你领的明明是15号彩带。不可能，他撒谎。够了，我现在没工夫听你狡辩。伊娜来看到白色彩带后直接发货走人，发布会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开场模特没了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叶兰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离开这里。主管，我是被陷害的。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就算要开除我，也要把真相查清楚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。真热闹啊！你们这是在排练开场表演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沈总，因为叶兰的失误，开场模特伊娜拒绝与我们合作。什么？开场模特没了？这可是我在国内的第1场时装发布会，你不能这么坑兄弟吧？都是因为这个叶兰弄错了彩带，我已经把她开除了。身为管理者，出事了不想办法及时补救，而是第一时间开除手下，我严重怀疑你的目的。停！现在是开除谁的问题吗？我的发布会怎么办？我记得你的开场服装是中式风格，对吗？没错。你来开场。这个小土妞，我不行的。我看过开场服装设计稿，
你身上有相契合的特质。可是我……叶兰，你难道不想向所有人证明，就算是农村出身，你照样可以散发光彩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就算你不相信自己，也应该相信我的判断。沈玉，你究竟是怎样的人？放心，有我给你兜底。我可以。总裁夫人，你可算来了！别乱喊，早晚的事啊。叶兰那边已经成功了，现在过去啊，刚好可以欣赏到他被赶出沈氏的狼狈。走吧，我还真是期待。沈哥，你公司那小土妞靠谱吗？我这时装秀不会被毁了吧？叶兰。什么？她有名字，倒是很少看见你这么维护一个人。安静看秀。哎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天哪，纯洁、美好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。沈玉，你可以啊！居然能在小土妞身上发现隐藏这么深的气质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兰。今天发布会的开场模特来自一个叫凤凰村的小地方。农村来的？这次时装发布会不是说请了国际超模吗？一个农村来的野丫头当开场模特，沈氏是想彻底和谢设计师交恶吗？这是我这辈子穿过最美的衣服，因为这件衣服，我成了全场最耀眼的存在。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平凡女孩的梦想，无论生活如何艰苦，都可以拥有一束属于自己的光。就像今天时装发布会的主题一样，做自己的光。说得好。这真的是我，简直和做梦一样。进来。沈总，谢设计师，是不是我哪里没表现好？别紧张，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。是谢科想要邀请你成为他的专属模特。专属模特？我……刚刚在台上啊，看到你的表现，我突然多了很多的灵感，所以啊，才拜托沈哥带我过来。我诚意的邀请你加入我的个人工作室，成为我的专属模特。我怕我做不好。哎，刚刚你在台上做的就很好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现在你只需要问问自己，想不想成为台上那道耀眼的光？叶兰，你就是我的缪斯女神，没有你，我的灵感没有任何意义。拜托了。哎，我愿意试试。太好了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走走走，今晚我请客，咱们去好好的喝一杯，庆祝一下我女神答应我了。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表白成功了呢。哎，女神要是愿意啊，我现在就去表白。你先换衣服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走走走走走。
夫人，夫人，请您听我解释。我也没想到沈总会让叶兰当开场模特啊！看来你的水平也就只能在仓库当搬运工了。夫人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！再让我看见你，会让你连搬运工都做不了。夫人，夫人！国际著名设计师谢科回国后，第一场时装发布会居然采用新人作为开场模特，而效果却是意料之外的好。谢科更是在采访中透露，新人叶兰将成为自己唯一的御用模特。叶兰，你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！发布会的事查清楚了，是赵辉和项目主管的手笔。这2个人直接开除，查清楚身后指使的人。我不相信事情这么简单。是。女神，再喝一杯。今天呀，是我这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。好。把人送回家。放开我，我要和我的女神再喝一杯。我是在给你盖被子啊！又想占我便宜，你一个大渣男！我？渣男？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知道你是大渣男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是渣男，你赶紧休息吧。你又想占了便宜就跑。赶紧睡觉。放手。我的自制力是为了狗的吗？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难道沈玉真的跟叶兰出去开房了？小丽，你说看到一个男人带我表姐去酒店开房，那你有看到那个男人出来吗？我没注意。沈先生，您回来啦。阿月，沈家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可担心死我了。手机静音。这是什么？先生吩咐让煮的醒酒汤。给我吧，我给阿玉送过去。这个怎么？你比我更有资格给阿玉送汤？不是。想要什么，还是得自己把握。阿玉，休息一下吧，醒酒汤好了，喝一点。你出去吧。阿玉，你怎么了？
阿玉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出去。我来帮你好不好？阿玉，你把门打开，让我帮你啊！阿玉。为什么和那晚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？同样的激动，我只在叶兰身上感受过。难道……阿玉，你收拾东西，离开沈家。阿玉，我不知道。心知肚明的事，就别让我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了。车已经备好，司机会送你离开。阿玉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好好跟你在一起。我尝试过接受你，但很抱歉，我喜欢上别人了。你这段时间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带走，还有那100万，算是我对你的补偿。我会让陈秘书再给你打100万。阿玉，到手的富贵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绝不会放手。王哥，帮我办件事，事成之后，除了之前的80万，我再给你50万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叶小姐，这才多久就忘了？我可是酒店经理，上次让你逃走了，我可是心心念念了好久了。滚开！小娘们劲儿还挺大啊！这回我看你还怎么逃！嘿嘿嘿嘿嘿嘿。叶小姐，你在里面吗？人走了，里面没人出声。不过我问了前台，并没有人退房。不好！住手！啊！啊！把人拔了。是。现在安全了。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，我乘着风的翅膀。这是还给你的。谁派你来的？沈总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一时色迷心窍。不想说，就永远都不用开口了。我说是林依依，是她让我把叶兰给毁了的。你胡说！依依是我表妹，怎么可能让你来欺负我？林依依是你表妹？你认识依依？你说是林依依之事，证据呢？林依依为了封住我的口，给了我20万，卡就在我口袋里。他为什么要封你的口？那晚在酒店进沈总房间的女人是叶兰，根本不是林依依。也是林依依为了副经理的位置，将叶兰卸给我，只是可惜让叶兰跑了。不可能，依依和我是一家人，她不可能这么对我。
那晚的人真的是你，我就说我的感觉不会错，还好没把你弄掉。依依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因为欲望，有的人的欲望会摧毁人生。怎么样，事成了吗？说话呀，到底成没成？我来回答你。阿玉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叶兰，你们……表姐，你听我解释。好，你解释吧。把我献给王超，换取副经理的位置，顶替我接近沈玉，在公司多次暗中陷害，还有今天让王超毁了我，这些事哪件是假的？表姐都知道了，没错，都是真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亲人啊！亲人算什么东西啊？亲人值多少钱啊？啊？在你眼里就只有钱吗？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城里打工受到了多少冷眼和嘲笑吗？我有一个副经理的位置，我拼尽了全力，而你呢？你一来就勾搭上了京城首富，一来就可以进入沈氏，一来就可以成为谢科的御用模特，凭什么？我到底哪里比你差？你不比我差，无论是长相、能力，你都比我优秀。可你已经被欲望蒙住双眼，忘了你当初离开村里说过的话。表姐，我搬了就拜托你照顾了。等我在城里赚了钱，就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。表姐，等我回来。我没错，我只是想好好活着。我有什么错？为自己活着并没有错，可这不代表着利用身边的人，伤害最在乎你的人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依依，希望在监狱里，你可以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没错，我只是输了，我根本就没有错。她曾是村里最勤劳、最好看的姑娘。真正好看的并不是外表，而是心灵。哪怕曾经我认错了人，而我的心只为你悸动。当我无法看着你离开。